干眼症已经逐渐年轻化，若不注意，可能导致角膜受损，甚至影响视力。现代社会大概使用电脑、手机工作的时间大幅增加。那另外在空调的工作环境或者是无尘室，也会让眼睛变得比较干。那另外有些是长时间的佩戴隐形眼镜，每天上班都超过8个小时佩戴隐形眼镜，或是年轻人他喜欢追剧、熬夜，也会让眼睛变得比较干，所以会让干眼症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且变得年轻化。干眼症初期的症状大概就是眼睛酸涩、异物感、眼睛红，严重一点呢会觉得灼热或者刺痛。有些人他是会看东西会觉得有时候比较模糊，或者是骑摩托车风一吹他就一直流眼泪。那有的会比较敏感，会眨眼睛。那另外如果不治疗的话，它甚至会影响到视力。我们的角膜呢就像是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为了维持它的透明呢，所以它角膜内部是没有血管的，所以我们角膜呢需要的氧气呢有80% 是从空气中的氧气吸收。那为了能够让角膜能够吸收到氧气，我们的角膜要维持湿润。那我们的眼皮呢就像雨刷一样，会一直刷动来保持角膜表面泪膜的稳定。那我们的泪膜从外到内可以分成油脂层、泪水层跟黏液层。那这3层呢，就会共同组成我们的泪膜。我们的泪膜只要不稳定的话呢，角膜就容易破皮或是发炎。所以如果你常常破皮发炎，然后没有做好治疗的话，它就会造成疤痕，而影响到视力。我们的泪膜分成3层，油脂层、泪水层跟黏液层。所以我们检查出干眼症，我们说还要去区分说它是缺乏哪一个，缺油或是缺水。那这也会造成我们治疗上不一样的方式。根据统计呢，年轻的患者的干眼症大概有86% 都是属于缺油型的干眼症。所以传统的泪液测试呢，它只能测试我们的泪水分泌的多寡。但是我们新的检查方式呢，可以去检查包括你的泪膜的厚度、油层的分布，还有你的眨眼频率，甚至你眨眼闭合有没有完全，这些都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判断你的干眼症的原因是什么。针对缺水型的干眼症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呢，大概就是可以补充人工泪液或者是药水药膏。那另外呢，也可以做一些泪管栓塞的治疗。那有的人比如说在冷气房，你放一杯水在桌上，对于提升环境湿度、减少这个干眼的症状也会有帮助。那针对缺油型的干眼症呢，大概还是要改变生活形态，尽量不要熬夜，然后加强眼周的清洁跟热敷，让皮脂腺的分泌恢复正常。那如果说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做进一步的脉冲光治疗。眼部专用脉冲光是在2021年通过美国 FDA 的核可，那专门用来治疗干眼症的部分。那它的原理呢是利用特定波长的脉冲光刺激皮肤产生 TGF-beta 的抗发炎因子，那可以减少我们睑板腺的发炎，刺激增加皮脂腺的分泌。那同时呢还能抑制睫毛根部的螨虫跟细菌的生长，所以呢它能够对于缺油型或者是混合型的干眼症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那我有个患者，他本来因为睑板腺发炎，所以很常长针眼。那做完脉冲光治疗之后呢，就没有再长针眼。那还有病人会反映说，他做完脉冲光之后，除了干眼症状改善之外呢，那另外就是他觉得减少眼睛周边的一些黑斑或者是眼角的细纹。在打完脉冲光之后呢，几个礼拜还是要注意防晒，那避免出现反黑的情况。那除了平常的保养之外呢，也是要改善生活形态，避免熬夜，要加强热敷，然后有需要的话再加点眼药水，才能够达到完整的干眼症治疗效果。